9月9日星期二，今晚又能看肖战主演的《诛仙》了哟。我突然想到，张小凡抹药那一段，如果让现在的肖战演，我真的会在屏幕前喷鼻血，太性感了。时间是今晚8点10分，在 CCTV6 电影频道播出。我觉得再过不久也可以看《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了。昨晚，荣耀又发战报，肖战代言的荣耀400系列全球累计激活量破300万台，一直在破圈层的肖战效应，昨天都流量外溢到任少白那儿了呢。此外，昨天香港打风放假 ，Disney Plus 把握机会又把《藏海传》放在面书的限时动态首位。最强陆剧《藏海传》就是 Disney Plus 的金字活招牌，怪不得微博烫搜上有个叫“肖战内娱现役法拉利”，肖战是现役法拉利，正确的、客观的。还刷到有网友打卡分享，肖战 if 青岛灯光秀，好壮观 if 也太宠了，别说，一口焖猪蹄一口 if 椰子水赛过活神仙，在吃喝玩乐上还得看我们任少白。少白少爷一句给我打包一份的新馆的焖猪蹄，北京卫视就吭哧去实地打卡了，还要贴上飞网图表明是自己拍的，然后一群小飞侠也第一时间就去吃上了，真是速度啊！有记者联系到上海德兴馆广东路总店客服，本店只有一种猪蹄，今天有很多人来购买肖战同款，但目前没有出现断供的情况，每天大概有几百只的供应。可以点外卖，也可以现场购买，量少不接受预定。没想到谍报上不封顶，最先报的是猪蹄，估计今晚德兴馆将迎来很多焖猪蹄单子，这就是肖战的带货能力。昨天谍报上不封顶的预告一出，大家又看到了什么叫顶级大餐，光是肖战的扮相就能迷倒一群人了。有些人演谍战，把自己穿得像乐园 cosplayer， 其实就是想营造这种特别精致的感觉。结果过犹不及，愣是穿出了短剧质感。肖战就是轻轻松松，最还原的衣服，扮成最亮眼的阔少爷，和当初《藏海传》一样。其他古装剧都花里胡哨，只有藏海一身素袍，结果只有藏海爆了。接，还有网友说，谁懂啊？我真的很喜欢任少白是金陵阔少这个设定，而且不是一般的阔，外公给他留了一条街的铺面可以收租。妈妈的闺蜜是大人物。每天穿着最时髦的服装，把自己打扮得很精致、很金贵，是那种最不像地下党的，可偏偏信念坚定，业务能力超强。这个设定真的好迷人。有人统计了目前为止谍报官方发布的所有物料，任少白各种衣服加起来已经有19套衣服了，感觉还有更多。毕竟咱可是金陵阔少，我猜裁缝每个月都是要上门，专门为少爷定制好几套新衣服的。以前要是有 Gucci、YSL 这些牌子，销售也是每个月要把最新款送到少爷家任其挑选的。我看到不少路人看了谍报上不封顶的预告后，都感叹肖战现在怎么这么有人夫感，很帅。喜欢肖战现在的状态，算是轻熟男吧，既有成熟男人的魅力，又有少男的明媚，正是一个男人最好的年纪。希望能多留下一些影视作品，不要辜负最好的时光。还有网友说，我很喜欢人夫感这个形容词，因为这其实就是荷尔蒙爆棚的另一种说法，而且能 get 到人夫感的都是带点梦女属性的。我们梦女就是世界上爱的最纯粹的。肖战真的各方面都好完美，肌肉练得那么好，身材却一点也不壮实，天鹅颈、小丰腰都保留着，而且他真的好会流汗，每天这样擦，真的是素颜在演戏，而且好奇怪。看他流汗，觉得还是很干净、很清爽，真的是玉一样的人。昨天优酷一大堆剧发预告，但是主流媒体只宣传了谍报上不封顶，独一无二。原因我觉得很简单，一是肖战上映《射雕》期间和这些媒体都接触过，自然得到了人家的欣赏和认可；二是这部剧大概率也会在央视播，相当于拥有了半官方的身份，属于自家人。想起来前几年有个官媒发肖战都觉得是天大的事，现在这些官媒天天发，我都有点麻木了，这就是被带飞的感觉。还有网友点评说，虽说一直都在喊什么影视寒冬，年年叫苦不迭，但其实各大平台每年开的项目还是不少爱，可真正能大爆且还能赚到钱的又有几部呢？感觉如今拍电影拍剧就像是赌徒闭着眼睛下赌注，天灵灵地灵灵，
神仙大佛快显灵幻想着总能赢一把大的，但只可惜大多数赌徒都是在自欺欺人罢了。一旦水过了头，神仙老子来了也救不了呀。所以说，如果没有自己的真东西，只是一味跟在真正的大爆剧后面捡梗捡人设捡剧宣的模式，本身就是对真爆剧的仰望。不管你怎么嘴硬，观众又不傻，有真品谁稀罕看七拼八凑的赝品啊？还有网友说，相比其他知名大 IP，谍报上不封顶的原著小说篇幅不是很长，细节描述也不是很丰富，却是一部难得让人眼前一亮的极佳的影视改编范本。因为在他身上你能看到非常惊喜的必报基础元素，即故事骨架新鲜结实，人物关系错综有趣，改编空间非常大。不同于其他同类型题材谍战故事，主人公要么是个啥都不懂的傻小子，前期磕磕绊绊要靠前辈的不断指引和擦屁股才能侥幸通关，最后甚至要以前辈的牺牲为代价，才最终成长为情报大拿；要么一上来就是我当高级情报精英，背负着重要任务，秘密潜伏在敌营主导乾坤，无所不能。谍报上不封顶中的任少白可以说颠覆了以往所有谍战剧主角的人物设定，非常新奇大胆。一开篇，他就是个整日混迹于犬马声色娱乐场所的浪荡公子，每天吊儿郎当，迟到早退，最大的爱好就是吃吃喝喝，最大的本事就是到处游走或稀泥，活脱脱一个胸无大志、圆滑世故、沉迷于纵情享乐的金陵阔少。至于说身为国军2代的任大少爷是如何实现思想突变的，又经历了怎样的内心挣扎，才迅速成长为一名谍战天才的，书中并无铺陈过多笔墨。他身上唯一能和谍战故事元素沾上点边儿的，就只有那个沉睡多年的神秘代号1207年。就是这样一个一直处于冻结状态，从未被唤醒，也未被我方组织认定并正式接纳的敌方阵营办公室小混混，你说他要如何为了信仰积极开展地下谍报工作呢？他要拿什么去在刀尖上起舞呢？但恰恰是这个匪夷所思的新奇设定，为我们提供了谍战剧全新的打开方式，也让我们得以通过主演肖战的精湛表演，窥见到任少白是如何在2种对立身份的夹缝之中，带着2副截然不同的面孔，自如穿梭于谍战风暴当中的。内娱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肖战那么顶，一直顶且永远也望不到顶？为什么肖战总能爆剧又爆角色，且谍报上不封顶？秘诀就在于能入得了他演的剧本通常长这样儿。最结实立体的故事骨架，最相扣紧凑的人物关系，最复杂新鲜的角色设定，以及最深邃开阔的细节留白。剧情架构决定了入场观众的下限，人物关系矛盾冲突决定着观众的留存，主演肖战对角色的生动再现则决定了留存观众的上限。因为足够复杂又新鲜的角色设定，才足以让肖战的表演潜能得到充分挖掘，并发挥得酣畅淋漓、尽兴自如。足够多的细节留白，更是让肖战对角色的塑造有了更广阔、更细腻的处理空间。藏海传如是，谍报上不封顶亦如是。肖战不报，又有谁人能报？期待谍报上不封顶，喜看肖战谍报永不封顶。快乐就是，就像和那个什么差不多。